嗨，欢迎来到有福报。那接下来这是一个全新的单元哦。那这个系列单元呢，会叫做佛法怎么说，也就是呢，我们学习了佛法，心法。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怎么样透过这些情境，然后透过学习的佛法去穿越？所以我们会跟大家分享非常多的实际案例我会也许从学长姐的身上我们在谈话的过程，我们是如何去透过佛法觉察到了，也许我们的心音要怎么样去调整，怎么去改变。所以这个系列就让大家就是听着我们的这些实际案例来一同了解佛法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落实这样子那首先呢，这周有一个学长他就来问我他说，如果说，因为其实应该讲，我们常会说原生家庭，大家可能也听过原生家庭，也就是原生家庭呢，其实就是我们从小出生的这个家庭嘛。首先我们先建构第一个概念叫原生家庭，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原生家庭就是我们从小出生的家庭，我们有没有爸爸妈妈原生的环境那原生家庭为什么对于不管心理学或者是这个佛法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初始的环节？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心理状态或者是我们的信念价值观，其实是从我们的原生家庭而来的从小到大，父母对你说了什么话那或者对你做了什么你体验了什么，其实都很容易在你的心里种下一个种子。所以当你长大之后呢，这些平常的信念价值观，它就来主导你的人生。所以为什么原生家庭很重要有些人你会看到他好像长大了之后，就是他特别有自信有可能是从他的原生家庭当时就带给他很大的支持跟鼓励那相对有些人可能没那么大的信心跟自信，也有可能是从原生家庭就带来，从小不被这个认同爸妈不肯定做什么事情他就你不会成功啦这个不可能啦，你不要学人家做这个啦这种点点滴滴种下去，那你当然长大之后就比较容易没有信心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原生家庭很重要？所以说当我们开始学习了佛法的之后呢，就会时常的回到这个原生家庭不管去观察你自己有没有任何的信念价值观其实是从原生家庭所带来的，所以会回到这个初始点去做平衡跟进化那相信也会对我们的修行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这样子。所以呢，这是第一个观念叫原生家庭嘛。那当然近期这个案例呢，他刚好呢在网络上就看到了，因为我们很积极的说去调和人际关系，调和原生家庭嘛。OK，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积极的一个心态那当然他就看到了，偶然他看到说一个网络有一个影片说什么如果就是关系缘分已尽了缘分已尽了，那就不要强求，不要执着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看到这个视频那我有看到过我觉得这个呢，所以他就来跟我讲，他就说那这样子是不是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努力反正呢缘分可能已尽了嘛像那个视频讲的嘛，缘分已经尽了那其实就不要强求嘛，不要执着嘛，对不对那其实这时候我就问他了，这个缘分已尽你是怎么认知的？你怎么知道缘分已尽有些情当然啦，我们如果跟家庭关系不太和谐或者是没有什么交集这时候我们当然会不想要回到原生家庭去处理一些功课嘛那当然表面上就认知觉得反正缘分淡薄吗？反正我跟他也没什么话好说吗？那我是不是就不要跟他沟通？我这也许我们的缘分就差不多就到这边了嘛，我一定要这么努力对，这么精进的去跟他调和嘛？这段关系有这么重要吗？好，那我是这么说的。第一个我就问我说，那第一个你怎么知道你们的缘分已尽了对，你怎么知道？对，那他就说因为从我们彼此没什么互动吗我每次就是要跟他聊什么天他可能每回答我都是那些话，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关系可能没什么好说了。好，各位，所以这是第一个点我们怎么去认知我们的家庭关系到底互动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如果我们只是认为觉得我跟他已经没什么话好说了其实这个背后一定有一个我们的信念，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我跟他没什么好说了，那肯定就是当我在说了跟他沟通谈话的时候，这个叫做类似话不投机或者他没办法理解我，或者我没办法理解他，反正我们之间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话或交流就对了一定有这个背后的心态嘛，对吧？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我们没什么话好说的啦。
但这个等不等于说你们缘分已尽？它不等于的哦。因为背后还有一个你的心态在哪里嘛。你认为没什么好说的，所以当然我就问他了，我说那你说了什么啊？那他都怎么回答你啊？好，那当然他这个父亲就3句2句不离，就是你结婚了没啊？什么时候要结婚啊？所以这一些对话对他来讲，他觉得是很大的压力很大的压力。可能他不知道怎么回应可能他还没准备好或者可能他不想回应这样的话题所以他就认为每次跟父亲的沟通，反正他都回应我的都是这些话题，所以他自认解读就觉得这就是我跟他没缘分了啦，缘分已尽了啦。那是不是就不要强求啦，不要执着嘛？所以各位这个就是一个不是这样的解读的如果这样的话很可惜，因为他会觉得说，可是我外面的阿伯啊、叔叔啊，他们都是支持我的我做什么他们都很支持他们也不会过问我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安慰那其实这时候呢，其实是很可惜的。也就是你看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里面去反观自己的心。也就是我不是解读说跟他话不投机啦，我们没缘分，而是我可以从这个事件里面去返回我的心，去观察我的心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父亲问你说你怎么要结婚啊？你要不要生小孩这些时候可能很大的因素是我们没有具足这样的能力或能量或者我们没有思考清楚我们自己的人生方向或者我内心可能有自卑，可能有一种不配得、不值得、没有价值感，或者我不够肯定、不够赏识我自己，又或者我不够明确我自己的人生道路。总而言之，就是这一些内心的东西，让你在面对到别人的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特别有情绪了。所以不是这一句话，或者就不是这几句话让你造成很大的压力，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回应。我可能没有勇气，我可能没有这样的信心。或者我很害怕我讲的话就会被反驳。所以各位，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人？比方说他常常他的话就是让你觉得倍感压力，但这时候你不要看外在的世界因为我们常讲外在世界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这也是佛法一直告诉我们的，叫做一切唯心造，一切法从心想生。也就是你的外在世界其实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一切都是你内心的投影。你应该相信这句话。如果它是你内心的投影当你们在互动的时候，你去观察你自己内心发生了什么样的化学变化，你就发现可能内在真的有，当他问你的时候，你内在就觉得一种自卑感反而是这种自卑感你应该在这个时候去看到。如果你舍弃了，就觉得反正关系缘分已尽了，用这句话来解读的话，就反正外面的阿伯叔叔都很关心我嘛，其实是很可惜的。因为各位你会发现一件事因为往往我们的原生家庭是特别容易把我们内在的这些档案给激发出来的。有没有？随便爸爸一句话这个妈妈的一句话，对，或者伴侣的一句话这些人通常特别容易把我们内在的档案激发出来。反而你走到外面去了，不见得对大家可能对讲的是好听话可能都是支持鼓励的，比较容易顺你的心但是原生家庭往往特别容易把那些东西打起来把那个水花给溅起来。所以如果你会懂得怎么修的人你就知道这个时候看见境，觉察心，外在世界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那你就知道我就去观察我内在储存了什么。所以透过每一次跟父亲的对话里面，我一直去观察我自己内在有没有还储存着也许不配得，也许不够肯定，也许我没有信心也许我对我自己的不够赏识，这些都有可能存在。所以当你自己内在是饱满的，你没有匮乏感就算即便是父亲一句话说要不要结婚，如果你对这件事情你有满满的一种价值感，你认为不管你是决定要结或不结假设你决定不结的这种人，对，你就很肯定这件事情，你肯定你生命的发展就是不结你有你的原因，你有你认为不结的一个生活的价值存在。那你也会侃侃而谈去表达，爸，我没有要结啦，对为什么？你也可以表达侃侃而谈的表达，像兄弟那样表达，而不是一种觉得很不足的自卑感从内在升起来，最后解读叫做我不想跟你沟通我觉得我们话不投机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首先我们从一件事情里面往往去抽丝剥茧，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背后有我们的一个心态
好，当我们已经解读觉得这个关系已经差不多怎样，其实那个背后总有我们的心态。哦，那再者，当我发现了那个心态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看见净觉察心，而明白要清理的、要净化的是我内在的档案，透过眼前的这个人事物，它的发展，它的这个呈现，让我去看到我自己内心储存的内容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的契机。我们都从外在的世界返回我们自己的内心，这才是修行嘛。好 ，OK， 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这样子。好，那往后机会如果有任何的更多的案例，希望再透过这样的系列，都可以来跟大家一起参演、一起探讨如果这个事件的发生佛法会怎么说？好吧，那我们就今天分享到这边Please for you， 记得点赞、关注、累积福报，谢谢你们。